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川普這一回輸不起哦，因為這個關稅違法，恐怕呢接下來美國政府要退回去的是5.5兆換算新台幣，讓川普是氣炸了，所以他就怒拋了122條款，要再針對全球課徵15%的關稅。接下來美國的經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尤其現在最新的民調顯示，60%美國人對於川普的關稅戰是非常的不滿意的。我們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其實呢，這個關稅違憲這樣子的一個消息傳出來，是在20號的時候，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他所宣布的這個川普的關稅政策是違憲的。那主要就是他之前依照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是有問題的，所以接下來恐怕要退回去的金額超過了1750億美元，換算新台幣5.5兆元的一個稅款哦。對於美國政府來說，負擔恐怕是相當大。那其實呢，先前在这個最高法院提出這樣子的一個違憲之前，就有許多的進口商針對川普的政策表示非常的不滿。其中一家進口商是在伊利諾州主攻教育玩具市場的公司，叫做學習資源。它這一間公司呢，90%都是在做中國代工的，在去年繳納的關稅實在是太驚人了，1000萬美元的關稅哦。这家公司後來成為扳倒川普關稅巨獸的一個關鍵推手。除了美國自己這一間玩具公司的這個成為推手之外，各國品牌也針對川普的關稅提告，並且要求退關稅。包括了哪一些知名廠商呢？像是日本的豐田子公司、美國好事多，還有這個輪胎大廠，還有美國鋁業、日本川崎重工等等，這麼多的公司對川普提告，所以最高法院這個判決一下來之後，川普也沒有再讓的，繼續針對國際多國再繼續的課徵高關稅。就在最高法院宣布的同一天，川普又在宣布對全球商品加徵10%關稅。緊接着隔一天哦，還是沒有停下來，再祭出了1974年當時的貿易法第122條，授權直接對全球商品課徵15%的高關稅，重點還是立刻生效。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的這個最高法院的裁決，川普恐怕得退5.5兆美元關稅，到底接下來誰吃虧？是企業、川普還是美國自己的經濟？委員怎麼看？從去年年初，我在這個節目或者其他場合，我一再講，川普的關稅叫王安石變法，一事無成。現在不但預測成真，更重要，我今天可以再宣告一次，川普的關稅 game is over。那有很多人在這兩天啊，在講說，哦，川普這個不行，還有別的工具，還有122啦，什麼232啦，什麼338啦。我跟各位講，那種言論都是 bullshit， 都外行人講的話。我來解釋給大家聽哈。今天這些人會出錢去打官司，美國打官司是很貴的哦，打到最高法院，因為它只2級，高等法院跟聯邦巡迴法院跟最高法2級就結束了，然後要花很多錢去打這個官司。今天贏了，就開始第二件事情來了，進口商要跟他要錢。我剛才講過了，中國提供材料給他，或者各國提供進口商材料來告他，你要退我多少關稅？第二個，現在是進入政治鬥爭了，什麼政治鬥爭？那個剛才講那個玩具廠商是伊利諾州的，伊利諾州的州長啊，叫做叫普利茲克啊，普利茲克啊，普利茲克是誰？就是君悅集團的老闆，凱悅飯店集團的老闆啊，他在美國很有名，就是我自己競選，我不用募款的啊。然後他是做得很好的一個州長，而且是民主黨現在3大下一屆總統候選人。那他現在丟出一個東西，提高聲望，他一定咬着不放了。他說：“我伊利諾州的所有的消費者，總共為了你的關稅付了多少錢？現在你要退我們伊利諾州每一個人1700塊美金。你看你給不給？你給也沒有選票，你不給也更沒有選票。然後共和黨每個人都擠得如熱鍋螞蟻，所有民主黨的州都會效法，你看着好了。只是他比較聰明，找了很多會計師先算好了，拿證據給你看，一個人1500塊，你給不給？”一家4口是多少錢啊？是，對啊，所以川普這個已經掉入泥潭了。再來，他用所謂122條關稅也會被告，因為這個關稅第一個只能150天，啊，你要國會延長，國會不肯跟你延長，誰敢？因為今年年底要選舉，誰敢啊？那接下來他這個為什麼？他因為這個條文有2個先決條件，第一個條件必須國際收支逆差。
問題是美國有貿易逆差，沒有國際收支逆差，很多人搞不清楚裡面區別。法律上寫的國際收支逆差，他溫系耶，有告他一定輸。第二個，要美元嚴重貶值，很抱歉哦，美元現在還升值啊，從昨天還升值。好，還有美國的經濟嚴重不穩定，我講過啊，美國通貨膨脹跟其他國比，你在講什麼話？3%通貨膨脹，你在叫什麼？再來，你說美國的那個什麼失業率，你比中國還低，你在叫什麼？比歐洲還低吧？你在叫什麼？所以找不到一樣總體經濟數據說美國經濟有困難。美國真的有困難，是社會問題有困難，政治有困難，經濟反而沒有什麼太大了不起的困難，所以完全沒有辦法構成課徵122條的先決條件。有去告川普又會輸，那你要不要退權？所以共和黨深陷泥淖。我跟你講，不止今年會輸，川普這樣搞下去的話，2028共和黨一定大敗。這個本來民主黨是沒有力氣的，沒想到川普這樣一搞，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國選民經過這一次的關稅事件，的確已經證明說，原來負擔稅金的不是外國出口商，對，不是川普所講的，都是美國人自己負擔的。所以今天美國要出現一個很嚴重的生活困難，我剛才不是經濟問題哦，生活困難是社會問題。因為美國的經濟成長還有到達2%到3%，而主要的動力是多少？是70% 的消費者支出。消費者支出裡面就叫7C標準，70% GDP 是消費，然後消費的70% 是什麼？是服務支出，不是商品支出，什麼醫療啦、打高爾夫球啦。這個川普總統打一場高爾夫球可以讓1000個人買漢堡。這價錢差很多，所以它服務支出非常的龐大，而且更重要，這個所謂的消費支出裡面，不管服務支出、商品支出，10%所得人消費的整個一半，而且集中在服務支出，所以剩下的那一半的人就擠在這裡面，你看怎麼辦？90% 人擠在那個50% 的消費裡面，所以當然很多人社會問題就出來了。所以美國整體經濟是好的，但是美國社會嚴重消費嚴重不均，那是誰搞的？就是你搞的啊。那你說這些人啊，再怎麼始終共和黨的，都會投票反對你嘛。所以我覺得你在克什麼不公平貿易沒了啊，還克那個什麼國家安全稅沒了。不可能的啦，已經結束了啦。所以我說 game is over。好，所以現在川普在祭出各種招數，恐怕都沒效了。那這樣看起來的話，5.5兆元是退訂了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接下來對於川普的影響？我是贊成蔡委員所講的，川普的關稅政策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川普還會在胡同裡面繼續的纏鬥。因為他是總統，他有3年。他根本不在乎後面的這個選舉的輸贏了，所以他還會繼續纏鬥。那有沒有法律工具？其實他說他有啊。那有沒有政策工具？那就更多了。那個政策工具甚至是一種威脅、脅迫的外交的這種政策工具。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國家敢跳出來說我要跟你重談。有兩個地方了哈，一個是歐盟，一個是印度，稍微要把這個案子放緩。歐盟說現在這個跟美國談的這個協議哈，建議先不要處理。那印度呢，現在也在放緩，所以大家其實也都在觀望。我覺得大概只有2方面哈，能夠真正去在這個死胡同裡面跟他纏鬥的時候，讓他真的能夠去看到他是沒有什麼未來的，他的關稅政策。一個是美國內部的反彈，另外一個是中國的做法。我們看到過去在2025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反制已經使得美國的川普的關稅政策面臨到就是基本上一槍斃命的那種稀土大豆，就他沒有辦法，所以他必須要休戰。可是現在美國內部的反彈就是很清楚，一個是通膨造成民意的問題，第二個就是大家一直過程當中低估了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於美國社會的影響。因為大家都認為美國人很多人念律師的，那個 law school 是很多人念，所以他對法律，尤其是最高法院最後的這個判決，尤其這個判決有2個人還是川普自己在第2任時候提名的大法官，他的判決就代表的是正義的最後防線，在美國的很多的這個觀點裡面，所以現在在國會裡面，在民意裡面，在媒體裡面，基本上關稅政策已經就像是個落水狗，也就是說他已經走了死胡同，大家都在打他。可是呢，他就用各種纏鬥的方式。剛才講到了1974年的122條款，蔡委員講國際收支沒有說什麼不平衡，美國的國際收支剛好打平。為什麼？
他是貿易逆差，可是他投資全世界對他的投資的金額剛好打平。哦，哎，你不要忘記還有個服務業，事實上服務業還賺得蠻多的。美國的 Apple 算是服務業的，鴻海算是那個輝達算是服務業哦，它不是像我們的台積電是製造業啊。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大家開始在要求退稅，退稅一定是搞了好幾年，一定很拖。還是有它一些政策上的工具，它可能有301啊，但這個大概都不可能像是全球对等關稅一樣，它可能針對個別國家、個別的產業232，還是可以跟我們繼續玩下去。然後呢，就要看現在他4月份去中國大陸的時候，中國大陸說啊，你那個單邊的關稅，你現在最高法院已經否決了，你還可以對我這樣子課嗎？那如果你還繼續對我這樣課，那我就會有反制。是，我的反制就可能再一次的大鬥，再一次的稀土，川普就會退。那這個時候呢，可能他的這個關稅政策就真的在死胡同裡面，真的是玩個寂寞了。好，所以川普把自己鬧入了這個死胡同裡面。那對於接下來，我們等一下請艦長來看，期中選舉的選情跟美國明年的經濟，還有今年一整年的經濟表現，又會有什麼樣的衝擊？現在其實美國的最新民調是有60%的民眾是對川普的關稅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滿的，只有30%幾的人稍微理解川普的關稅政策。那日本的這個貿易機構也預估了，是說川普的關稅政策傷害最大的其實是他自己美國本身的經濟，2027預估 GDP 恐怕掉2.7%。共和黨人其實現在也都非常的緊張哦，因為他們認為說已經要進入到期中選舉的一個時刻了，川普還搞這一套。那還好，這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反而是讓共和黨人可以因此鬆了一口氣嗎？接下來有關於經濟跟共和黨選情，艦長怎麼看？有關於我們剛剛講到的哦，這個是經濟還是共和黨選情的部分呢？我們就要這樣講啊，期中選舉上面沒有川普，上面只有共和黨。那對於選民來講，我不高興，我對於川普不滿意，可是沒有川普啊。對，沒有川普的情況之下，那共和黨是誰，我就來報復誰，投民主黨。這個就是一種很簡單的一種投票的邏輯啊。那如果從這我們來看啊，這個《華盛頓郵報》最近2月12號他所做出來的這一個民調來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總統的支持率其實降到39%。那其實這個也跟他就任以來也已經是第2次39%，已經是很低的部分啊。那然後對他的支持率60%，但是這60%，我們大家特別注意一下。有47%是強烈反對的，那也就是說，在這個裡面討厭他的人，對於他的施政有意見的人這麼多，那他到底施政哪裡出了問題啊？我們來看一看啊，對他不贊同的部分，那我們來看從下面來看啊，也就是對於通膨、對於這個關稅以及對於國際關係，這也就是現在美國人出國，其實對到各國去，不要說太遠的地方，就算是到加拿大，加拿大人都很唾棄啊。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國人其實感同身受，他們是知道的很清楚說，其實這都是川普惹的禍啊。那如果說我們繼續的往下看啊，就是有關於行政命令的部分，我們看到川普一直在簽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是什麼？也就是法律規範之外的，他要用行政命令來規範。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來看到，有關於真正贊同他，我們講到，也就是美國大多數人真正贊同他的人呢，其實只有33%。其實我們看到這65%都是反對他這樣使用這一個，我們講到說這種工具的啊。那其實大家都忘記了，川普當初他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上一節有特別講到，有關於他對於地緣政治，第二個有關於供應鏈的部分。其實川普最意外的，也就是他其實想要再工業化，再工業化也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但是這件事情它是有非常長的遞延效果的，這個遞延效果還沒有產生，就已經要選舉了。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看啊，這個今年11月的這個期中選舉啊，川普應該是大敗無疑啊。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這
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